佩德罗在蛋糕城堡的中庭引爆了炸弹，将小喽啰们炸翻在地。出奇子爵在最后关头成功进化成了雄鸡伯爵，逃过一劫。他看了一眼爆炸的中心，并没有发现佩德罗的尸体，推测佩德罗借着刚刚的爆炸逃走了。雄鸡伯爵指挥手下赶紧清理现场，将伤员送到医务室。惊世界成功将布雷控制在手的乔巴和加洛特发挥了出其不意的奇特功效。原来在佩德罗被围攻之际，他们两人找到了中庭的镜子，在镜子里呼叫佩德罗。于是佩德罗想到了一个金蝉脱壳的作战方法，用炸弹做掩护，自己则在乔巴的帮助下跳进镜子里，成功脱身。乔巴告诉佩德罗，这个镜世界很安全，没有布雷就无法出入，所以他们可以带着山治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找齐伙伴们。乔巴让加洛特将画好的画像拿出来展示给镜子们，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加洛特将自己亲手画的帅哥美女图展示出来，惊煞众人。在这个没有美颜相机的世界里，这个手动美颜的效果也太严重了。镜子们只认出了其中画的比较成功的娜美。有镜子告诉乔巴，那个女孩和神平老大在一起。路飞告别了娜美和慎平，只身一人一路过关斩将，一边疯狂殴打前来阻挠的敌人，一边大声呼喊山治。山治没有喊出来，倒是把地方的一员猛将喊了出来。虽然他也是大妈的儿子，但是只是个龙套，就叫他壮汉2号。壮汉2号和壮汉是孪生兄弟，这个小子在力量上不输壮汉，而且速度更快，身手更敏捷，在速度上完全能与2档路飞持平。二人比完了速度，比拳头，一顿对拳之后打了平手。壮汉2号趁路飞不注意，闪现到他身后，用那条和路飞差不多粗的手臂勒住路飞的脖子。路飞又饿又累，很快就没有力气挣扎了。但是他还有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将布林的诡计告诉山治，绝不能让山治死在这里。山治就是那个从吉尔玛过来背叛你们的人渣，这种人渣不要管他就好了。壮汉2号一顿嘲讽，路飞火了，拼尽全力挣脱了壮汉2号，然后抓住壮汉2号的头发，一招鹰枪将他打飞出去。刚刚还嚣张不已的壮汉2号被路飞一招打得失去作战能力，路飞咆哮着继续向前狂奔。跑着跑着，路飞的肚子就咕噜噜的直响。从头一天进入诱惑森林就没有再吃过一顿饱饭，一路披荆斩棘。以路飞惊人的能力消耗速度，身体早就该透支了。路飞硬着头皮耐着饥饿，边跑边脱口而出：“山治，我要吃饭啊！不对，山治你在哪儿？”路飞四处大吵大闹，刚好经过雷九的房间，被雷九一把扯了进去。此时山治刚刚离开雷九的房间，和路飞完美错过。门外的追兵跑了过去，路飞缓过神来一看，是自己曾经的救命恩人，没有什么敌意，将自己累到的所有事情全盘托出，希望雷九能够赶快传达给山治。雷九看着眼前这几个小时前还被山治踢成重伤的船长，在这种危险的地方依然担心山治的安全，很是欣慰。他告诉路飞，山治已经知道了布林的事儿，可以放下心了。路飞听雷九说山治不肯离开蛋糕岛，是因为担心东海巴拉蒂的人质和草帽团的伙伴。路飞毫不犹豫地说道，如果巴拉蒂餐厅的人被当作人质盯上了，就算要赶回东海去战斗也在所不辞。说着说着，路飞的肚子又咕咕叫了起来。雷九一愣，问路飞要不要吃点东西。路飞固执地盘腿坐在地上，摇头拒绝。雷九想起在诱惑森林边缘的时候被山治踢得遍体鳞伤的路飞，大吼着说，我在这里等着你，你不回来我就饿死在这儿。世界上只有这么靠谱的伙伴呀！雷九很欣慰，看来山治真的遇上贵人了。路飞站起身，心情大好，脸上重新露出笑容。既然山治已经知道了布林的事儿，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不被骗就好了。路飞说完，转身跳出窗外，赶去和山治约好的地点。雷九很是震惊，该怎么形容这个人呢？鲁莽、率性、特立独行，反正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路飞从雷九的房间跳下去，直接砸烂了别人的房子。房主惨叫着从房子里跑出来，以为大妈又发飙了。路飞喘着粗气，从一堆废墟里站起身，拖着已经累到极限的身体，一步步向那个和山治约定好的地方走去。肚子叫了，就用拳头砸几下，继续挺着。磅礴大雨中，两个骑子士兵在街道上发现了路飞，二话不说，拔刀就要当场剁了他。路飞伸长手臂，飞到一个塔上，眺望远处，寻找自己和山治约定好的地点在哪里。两个骑子士兵一看这小子居然无视我们，直接将塔砍倒。路飞撑着身体站起来，既然你们两个想死，那就只能辛苦一下自己的拳头了。不过目前的路飞无法瞬间秒了这两个骑子士兵，还没能解决他们，又来了两个杀手。路飞一时陷入苦战。不过就算是苦战，路飞也没那么容易被这种连名字都不会拥有的小杂兵干掉。他一手一个解决掉了骑子士兵，启动二档解决掉了另外的两个杀手，接着自己摔在地上，浑身无力。山治一定会来找我的。带着这个信念，路飞再次站起身，向约定的地点一步步走去。此时此刻，山治告别雷九，退出医务室，向自己的房间走去。刚刚路飞在城堡走廊里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山治居然一点也没有听到。
他经过一群追兵，走到一个角落里坐下来，点燃一支烟，琢磨着雷九的话：这么好的同伴，你这一辈子都遇不到了。山治很想去和同伴们会合，可是一想到被大妈和吉尔玛掌握的人质，山治心里就很担忧。这短短的24小时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自己接连经历了布林、大妈、文斯莫克家族，信息量实在太多，一时间根本消化不来。最无依无靠的时候，山治不自觉地想起船长，可是自己是对船长出手的人，大概已经回不了头了。就算路飞能接纳自己，伙伴们也不会原谅自己了。山治挠着头发，脑子里一片混乱，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以什么样的方式度过今晚。山治打开便当盒子，看着里面的食物一愣，这里面的食物都是自己的伙伴们最爱吃的菜。他不断地催眠自己，忘掉伙伴吧，他们一定会没事的，一定会平安地离开蛋糕岛。明天就这样吧，文斯莫克家族会死，我也会死，就按照大妈的计划走完自己窝囊的一生。有吃的呀！一个声音在山治耳边响起，山治抬头一看，是大马海盗团的战斗员波比。他从山治的便当篮子里拿出一个肉腿，一边称赞一边往嘴里放。山治想也没想，飞起一脚将波比干倒。这块肉你也配吃？然而这一脚巨响，立刻引来了守卫们的注意。山治提起篮子向外面跑去，大脑一片空白，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向路飞约定的方向跑去。慎平扛着娜美在蛋糕城堡的1层逃避追兵，以慎平的身手，一般的追兵很难伤他分毫。娜美待在他身边相当安全。一大群不知死活的小兵在后面疯狂射击，慎平不想和他们纠缠，将小兵留给娜美。娜美也被烦扰了，直接一招天雷滚滚。巧的是，刚好乔巴在走廊的镜子里看到了慎平和娜美经过，于是跳出来接应。也不幸中了娜美的天雷滚滚，被劈成了傻子。娜美看着被天雷劈中的人群，感觉哪里有些怪怪的，仔细一看，尖叫出来。加洛特从镜子里亮相，大声呼唤娜美。就这样，娜美和慎平小队终于和乔巴会合，躲进镜子里逃过追兵。这时候，布林苏醒过来，一看到慎平就懵了：“你小子这是要背叛呀？胆子不小，居然想要背叛妈妈，嫌自己命长了吧？”布林用一种嘲讽的语气说道：“听说你之前申请退出我们海贼团的麾下，结果在转动轮盘的时候认怂了是吧？”慎平根本不在乎布雷是不是嘲讽自己，反正保住命要紧。大妈曾经保护了失去白胡子的渔人岛，本来自己想要以江湖道义和大妈做个了结，没想到大妈玩阴招，明显是想直接要了老子的命。英雄和莽夫不一样，该保命的时候当然还是要保命的。早已在净世界的佩洛德告诉慎平，轮盘本来就是个骗局，因为无论转到哪一项都会因为恐惧而被大妈夺走性命。慎平拒绝轮盘是完全明智的选择。布雷哈哈大笑：“你们这帮蠢货才知道，妈妈是绝对不会让人活着离开她的。无论是入侵者还是麾下海贼，通通都是来者不拒，去者杀光。这就是大妈。”乔巴紧了紧捆着布雷的绳子。好了，收声，你闭嘴歇会儿吧。众人坐上烟囱哥拉的车子，准备继续前进，寻找山治、布鲁克和路飞。烟囱哥当场就火了，这么多的人，明显超重了，就算是哈士奇也拉不动这些人吧。加洛特上去一口咬住烟囱哥的脖子，那个会冒烟的哈士奇罢工了，需要给他一点动力。烟囱哥惨叫一声，瞬间动力满满，载着众人向前狂奔。大妈的女王殿堂里，大妈一边玩弄到手的神奇玩具布鲁克，一边开心的嘿嘿直乐，那样子就仿佛一个加肥加大码的弱智儿童。太阳普罗米修斯在一边抱怨不止，作为大妈的贴身霍米茨，他们可从来没有被人打伤过，这一次就被布鲁克刺伤，疼得普罗米修斯直咧嘴。大妈却很开心，这就更加说明了这个玩具与众不同，值得收藏。布林坐在大妈面前，想和大妈讨论一下明天婚礼时对付文斯莫克家族的细节行动，但是有这个骨头布鲁克在场，这种机密对话显然不太合适。大妈并不很在意，玩心大起，这种刚到手的玩具，她可舍不得丢进蒙多尔的收藏图书里，而是准备随身携带，玩几天再说。布林向大妈汇报了雷九的情况，那个女人的警惕性真强，居然跑过来调查我，不过我已经解决了。大妈一愣：“你不会把他宰了吧？”布林连忙解释自己还没有那么无脑，给他一枪让他长长教训，然后把他记忆清除了。布鲁克虽然面无表情，心里却无比波涛汹涌。自己离开路飞他们的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布林什么来头？布林掏出自己身上雷九的那把枪，这可不是普通的手枪，就算是吉尔玛改造人那种霹雳钢铁一样的身体，照样可以打穿。大马海团暗杀文斯莫克家族的计划如下：首先是新娘布林和新郎山治走进婚礼现场，华丽的婚礼殿堂不绝于耳的掌声。布林和山治在众人面前进行誓约之吻，山治像个傻子一样摘下布林的面罩，结果看到布林那让人惊悚的第三只眼。亲眼看到新娘恶心的真面目，山治一定会吓得退缩。那时候就是布林动手的时候，举起早已准备好的手枪，对准山治的眉心，一枪毙命。接着会场一片哑然，空气如结冰般冻结。
埋伏在会场的杀手们将以布林的这一声枪响作为信号。短暂的沉默之后，文斯莫克家族的人从噩梦中惊醒，想要逃走，却发现已经无路可逃。赤手空拳的文斯莫克家族面对无数个对准他们的枪口，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一阵乱枪，文斯莫克家族的人已经血溅当场。大妈越说越兴奋，这一阵阵枪响就好像婚礼的礼炮，这才是真正的派对。干掉了文斯莫克家族，加尔玛的科技就可以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吃着蛋糕，喝着红茶，好好的庆贺一番。布林沉着脸，没有什么表情，因为大妈再一次提到他那只恶心的3只眼。自己的妈妈都如此厌恶自己，这个世界上还会有谁真正的爱他呢？布鲁克听到这里，惊得下巴都掉了。感情原来这一切都是圈套。布林也不是什么好人，他准备在婚礼上干掉山治，可怜自己一把老骨头，出师未捷身先死，先同伴一步被敌人俘虏了。营救山治的行动里，自己恐怕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山治的房间里，负责守卫山治的那个小老弟迷迷糊糊的在山治的床上睡着了，结果成功骗过了跑过来查房的希斯士兵。希斯士兵向领导加雷特汇报，山治已经救醒了。加雷特安排了大量的希斯士兵把守在山治的房门口，交代士兵们绝对不能让山治离开，也不能让任何人进去。蛋糕城堡的会议室，以蒙多尔为首的暗杀小队正在加班加点的布置第2天的作战行动。根据蒙多尔目前了解的情况，布林引诱到蛋糕岛上的敌人一共有6人，分别有路飞、娜美、乔巴、加洛特、布鲁克、佩德罗。目前布鲁克被大妈抓住了，佩德罗在2楼中庭里和雄鸡伯爵战斗的时候自爆，估计也挂了。兔子加洛特和狸猫乔巴根据布雷的汇报也已经被抓住了，而草帽路飞和小贼猫娜美已经被抓住关进囚犯屠书室。不过刚刚听到有人说他们越狱了，而且是被慎平救了。蒙多尔将目光转向负责守卫的欧佩拉，欧佩拉一哆嗦，这我要是说实话被妈妈知道，因为我的失手导致2个重要犯人逃走了，那我还不得被妈妈一指头戳死？死也不能说实话。欧佩拉大声反驳，这些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毫无事实根据的指责。根本没有人到过地下的囚犯屠书室，自己一直都是在根据妈妈的指示，为了逼问罗拉的下落，对囚犯进行严刑拷打。但是他们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自己就一把火把他们烧死了。欧佩拉编完了故事，带着试探不安地问道：“难道蒙多尔哥哥你不相信我吗？”蒙多尔表面说：“我当然相信你了。”心里暗骂：“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我信你呀，就出事了。”蒙多尔心里怀疑欧佩拉，但是表面上并没有表现出来，高兴地说道：“现在敌人都已经被我们掌控，碍事的家伙都消失了，明天就来一场欢欢乐乐的婚礼吧。”会议结束后，细心谨慎的蒙多尔安排希斯士兵扩大搜索范围，寻找路飞和娜美。欧佩拉那个家伙靠不住。我是先锋君，咱们下期见。